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全是幸福，山河枕大结局，3对 CP 终成眷属，是今年看过最美满结局。由宋茜、丁禹兮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《山河枕》也迎来了大结局。作为一部古偶剧，它的开篇是悲壮的，男主的家里8个人上战场，只活了男主魏运一个人。开篇死一片的盛况，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。整个故事模仿杨门女将的写法设定，开局7万将士埋骨白帝谷，魏家8子锦衣归的惨烈场面，奠定沉重基调。但中途过于刻画男女主的恋爱对手戏，而被很多诟病。再加上大部分主流声音里认为男女主 CP 感弱，因此这部剧播到中间声量渐小了。但不管如何，还是迎来了超前点播大结局。长公主李长月陈乔恩饰演，此生做的最后悔的事情之一，便是在府门外救下了韩梅。没想到这个韩梅还有另外一层身份，她叫赵月，梁雪峰饰演，真实身份是云阳长公主的遗父子，秦王的亲生儿子。云阳长公主联合朝臣，一路把自己的儿子扶持登上了王位。赵月回到北齐时，挟持走了李长明。赵月一心想要李长明嫁给他，因为那是他漫长的时光里仅有的唯一珍视他的人，也是他不稳定的政权里唯一能掌控的。但李长明可是扶持大隋皇帝登基的公主，他怎么可能就心甘情愿地去敌国做妃子？更遑论这个人还掀起了2国征战，占据了大隋3座城池。于是他趁着处于宋茜饰演自请出使和谈，故意搅弄得北齐皇室不得安宁，利用赵月的爱，要牛乳泡澡，要赤玉。赵月为了证明自己的爱，不惜做昏君，弄得北齐民怨四起。北齐跟大隋刚打了战，双方都没有输赢，只有百姓苦痛。处于此次来北齐，一是和谈，二是要带长公主回家。但李长明此时意外怀孕，他利用赵月的母亲对他的不满，利用北齐内廷其他妃子想害死他的孩子，直接做局，让赵月铲除了当初扶持他坐上皇位的最大功臣，囚禁太后。而楚瑜跟魏运、丁禹兮饰演，趁机联系到了当初潜伏在北齐的人马，联合北齐16城的城主，打着清妖妃救太后的名义起兵，直接攻入皇宫。赵月带着李长明出逃，意图东山再起。他们来到白帝谷，此处是最初7万魏家军埋骨的，也是故事的开始。楚瑜、魏运、宋世兰、宋文昌、陆七八等人早已埋伏在此处。赵月带着李长明最终逃到了悬崖，长公主为赎罪，为了百姓服毒，通过吻毒给赵月，并把毒发的赵月推下了悬崖。他自知对不起百姓，自己毒发也选择了跳崖。此事之后，大隋跟北齐签订了50年盟约，北齐归还所占领的3座城池，自此边疆安宁。除了充满悲剧的长公主这一对，其他人都有了圆满的结局，算是今年看过最美满的了。还以为要见证很多对悲剧下场呢，毕竟这剧里好多是将军来着。魏运继承父志，成为战神，获封镇国侯，重振魏家威名。为了弥补他从军械司跑去北齐，自请戍边3年。楚瑜打破世俗枷锁，在太子登基后获封将军，入朝为官，同时朝堂改革，女子也可以科举为官。3年后，楚瑜在城墙为他独自舞剑，问他可愿意娶她。顾楚生、傅辛博饰演，原来并不是负心汉，而是为了查父亲楚建昌冤案，依附权贵攀至内阁首辅，最终他孤身一人。宋清平、黄日莹饰演，喜欢楚林阳，曹骏饰演，放弃太子婚约，最终跟楚林阳终成眷属。而楚林阳在凤陵城一战中成功摧毁敌方关键武器八角弩，也从战争受伤腿不良余杭最终站起来恢复。大结局里，
宋清平开了医馆。楚锦周杰琼饰演从小骄纵，处处跟姐姐楚瑜作对，最后她也蜕变为独立女性，支持姐姐楚瑜的婚姻。她跟宋世昌是欢喜冤家，最后也在一起了。而魏佳遗孀蒋纯重振魏府，并与宋世兰新生爱情。山河枕以魏楚二人携手破局为主线，辅以多角色悲剧命运，交织出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感的复杂图景。整体来说，故事是以团圆美满的方式收尾的。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结局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也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假期后首亮相，白西装造型获赞。丁禹兮假期后的首次亮相，简直让人眼前一亮。一身白西装清爽登场，气质干净利落，整个人透着一种白马王子的温柔光感。那份明朗、纯净的少年感在他身上展现得恰到好处，仿佛假期的放松和充电让他整个人都焕发出新的活力。这次亮相中，丁禹兮状态极佳，笑容明朗，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松弛与自信。他身上的那种元气感非常自然，不是刻意营造的偶像滤镜，而是源自他真实的生活态度与内在能量。白西装配上他标志性的干净眉眼，整个人像是从青春电影中走出来的男主角，让人忍不住感叹，这才是真正的治愈系帅气。而让人更惊喜的是，丁禹兮在活动现场的互动状态相当灵动，他会主动与现场观众打招呼，轻松开玩笑，情绪感染力极强，整个氛围都被他带动得轻快又愉悦。网友们纷纷评论，小丁不只是帅，还是个有梗的快乐制造机，这状态太好了吧，一看就是假期充好电的样子。从传家乐歌行到狐妖小红娘、竹叶篇，丁禹兮一路走来，凭借稳健的演技和独特的亲和力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而这次的白西装造型，也让人看到了他在风格驾驭上的多面性，既能少年感满满，又能展现成熟优雅的一面。那种干净中带着锋芒，温柔里藏着力量的气质，正是丁禹兮最迷人的所在。有趣的是，即便穿着如此正式的白西装，小丁依旧保持着他独有的萌感。不论是抿嘴微笑的瞬间，还是轻轻整理袖口的小动作，都透出一丝天然的可爱与生活气。网友们打趣说，谁顶得住这白马王子的小表情啊，简直要被融化了。假期后的丁禹兮不仅状态好，更像是带着满满正能量重新回归工作。他身上那种阳光、真诚、认真生活的态度，让粉丝们觉得格外安心又暖心。有人评价说，他不是在追求浮夸的光环，而是在用自己的节奏稳稳向前。这一身白西装不只是造型选择，更像是一种信号，清零假期疲惫，整装待发的全新开始。或许正如丁禹兮自己给人的感觉，纯净却不单薄，温柔却有力量。未来的路，他会以这份清澈与坚定，继续走出属于自己的光。